北戴河会议接近尾声，金融圈突然传来重磅消息，曾在朱镕基时代崭露头角，在王岐山手下主掌金融，并在习近平时期成为金融整顿急先锋的郭树清被中央纪委带走。同一时间，军方动作不小，苗华的旧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杨友斌被免职，军中流毒清理仍在延续。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林晴。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后，军中整肃持续发酵。8月11号，中共国务院公告，苗华的助理杨友斌被免去原兼任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副部长职务。公开资料显示，杨友斌1968年生，中共20大人大代表，曾任原54集团军某红军师政委，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第8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东部战区陆军第72集团军政委。2019年12月晋升少将军衔。2018年，中共国务院组建退伍军人部，整合了民政部、人社部、军委政工部等部门的有关职责。首任戎装部副部长是时任军委政治部主任助理方永祥，他后来升任南部战区副政委兼战区陆军政委，在进京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友斌是第2任戎装副部长。2022年7月的官方信息显示，杨友斌已任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兼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苗华执掌中共军委政治部7年，掌握军队高级将领考核选拔的便利。据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兵教授披露，苗华于去年底被抓后，交代出了大批中共军官，很多被他牵连的军中高官纷纷落马。不只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和党羽被进一步拔除，就连外交领域也不能幸免。据《华尔街日报》，现年61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7月30号结束出访回国后，据报被带走。刘建超被广泛视为接替王毅担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他是自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以来，外交系统最高级别被失联事件。根据中共官方披露的信息，刘建超最近的公开活动是上月下旬以中联部部长的身份访问新加坡、南非和阿尔及利亚。截至北京时间本周一，中联部官网上仍将刘建超列为部长。2023年，北京方面将当时出任外长不满7个月的秦刚免职以来，刘建超凭借自身在中共外交系统中的经验和资历，曾被认为是接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刘建超在2024年1月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维护者，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更不会另起炉灶。一位美国官员那时表示，中方当时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他将是下一任外交部长。刘建超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外交部，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刘建超走入公众视野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担任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随后，他先后担任驻菲律宾大使和驻印尼大使，并于2013年获提拔成为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但在2015年，刘建超突然转岗从事反腐工作，被任命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际合作局局长。他成为习近平猎狐行动中的关键人物。该行动旨在跨国追捕涉嫌贪腐外逃的中共官员。2017年，刘建超协助在浙江省试点一个新的政府反腐机构监察委员会，并被任命为该地区的最高纪检监察官员。第2年，该机构在国家层面成立，负责监督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执行党纪。刘建超于2018年重返外交系统，成为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该委员会是由习近平领导的机构，负责指导中共的外交政策。2022年，中共任命刘建超为中联部部长，该部门负责中共与外国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工作。随后，他又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建超出访的频率高于其前任，包括前往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而过去的中联部部长通常不会访问这些国家。旅美文化学者吴作来在 X 平台发文称，接线人密告刘建超在海外密会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人，被国安发现，入境国内即遭拘审问话。据报，川普因此知道了习近平可能下台，所以关贸协定推迟到11月才签。川普在等着习下台或退出中南海主持之位。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在自媒体节目中判断说，外界有所不知，中共中联部就是中共特务机构，刘建超是中联部的部长，实际上是中共的特务头子。张又侠先清洗了习近平的军中帮，然后再清洗中共刀把子公安部，现在公安部长王小洪也认怂了，然后再搞政法委。但情报系统不能消失，情报系统对张又侠来讲是最危险的，因为情报系统是搞暗杀活动的，直接威胁到张又侠的生命安全。刘建超肯定是被张又侠抓捕的，抓捕刘建超实际上是搞掉习近平的情报系统。中国民主党主席谢万军8月10号在 X 平台表示，据传，中共国营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被中央纪检委和国家监察委带走调查。郭树清是习近平派系人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核心人物吴国光在其 X 账户上发言，媒体观察怪事儿，郭树清被带走的传言和刘建超被带走的传言同时传出来，但海外社交媒体上只传刘的事，以致传到了英文主流媒体，郭的事却不见任何踪影。郭是17、18、19三届中央委员，17届为候补，做过中共证监会主席、山东省长、银监会主席、央行党委书记兼银保监会主席等4、5个正部级职位，是朱王时代金融巨头，重要性比刘建超高多了。媒体这么不识货，一家不识货不奇怪，难道家家不识货？以金融和经济报见长的《华尔街日报》更该识货吧？到目前为止，中共官方媒体以及外媒均没有郭树清被查的相关消息。郭树清最近的一次公开活动是今年3月，他在博鳌讨论版上的一段关于国内养老金现状的讲话。郭树清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约240元，城镇职工养老金月均3200元，两者相差14倍。郭树清是中共体制内典型的技术型官僚，1956年生人，今年67岁，履历颇丰，拥有一行两会任职经历，还曾在贵州、山东等地担任地方主政官员。1986年，郭树清赴牛津大学圣安东学院做访问研究1年，算是半个海归学者。1988年，郭树清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国家纪委、体改委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建革等人关系密切。其经济思想多倾向于市场派、改革派。2021年开始，先后担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年3月出任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2011年10月，郭树清出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2013年3月到2017年2月转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2017年2月出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2018年3月后，先后担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银保监监会主席、党委书记。2023年7月复衔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今。郭树清早期作为典型的技术官僚，确实受到了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和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的提携和重用。但当王岐山在习近平第1任期帮助其打虎反腐、清除政治对手、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后，在习近平第2任期时，王岐山遭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他被习近平边缘化，甚至被剪裙边，
王岐山的旧部与亲信范一飞、董洪、田惠宇、妻侄赵庆以及海航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陈峰等人纷纷出事。但作为王岐山旧部之一的郭树清不仅没出事，还一直青云直上，不能不说与郭树清的善于机变、政治投机有关。习近平掌权的第2任期的2017年，郭树清上任2周内，银监会密集发布7个文件。2018年3月到2023年3月5年时间里，银保监会共计出台了54个规章，约700个行政规范性文件，金融业掀起了监管风暴。2017年，郭树清配合习近平对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和安邦董事长吴晓辉等权贵白手套和政敌在金融界展开清剿，剑指曾庆红等江派大佬。2019年5月，郭树清指挥银保监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包商银行背后就是曾庆红。2020年7月，银保监会、证监会宣布接管明天系的4家保险、2家信托、2家证券、1家期货公司。郭树清在替习近平收拾明天系的前后，着手处理 P2P 暴雷和影子银行，替习近平打向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作为掌握中国金融系统生杀大权的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退休前大力帮助习近平打压房地产，力挺习近平房住不炒政策。2020年8月出台针对房地产行业的3道红线新规，一招打残房地产。紧接着，郭树清按照习近平旨意，对马云的蚂蚁集团等大型科技平台亮剑。2021年4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对从事金融业务的13家主要网络平台企业进行监管约谈，责令整改。郭树清目前是否真的出事，外界不得而知。但郭树清作为技术官僚，围绕着习近平的思想意志去制定具体的金融监管措施，俨然成了习近平在经济领域的打手，说他是习家军一点不为过。郭树清紧跟习近平的指示，在政治上随机应变的态度，在面临中共高层政治轮替的大戏中，是否成为被清洗的对象，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